陛下广召贤才的圣旨你也敢接？今日不将你狗腿打断，老夫不如一头撞死！接圣旨，老外美元。公子冷静啊，切勿冲动。孽畜，老夫再给你3息时间，莫要在上面丢人现眼。老壁灯，你再敢满嘴喷粪，我一拳打爆你的狗眼！疯了，大公子肯定是疯了，竟然敢这样跟老爷说话。孽畜，你敢这样跟你爹说话？老壁灯还敢口出狂言，我还说我是你爹。什么？来人，取长梯和老夫大刀！与其让这孽畜冲撞陛下，牵连叶家满门，倒不如老夫亲自清理门户，再向女帝陛下请罪。我操，真刀！坏了，老子穿越了，大前王朝亲爹！大前内忧外患，女帝下诏求贤，一个吃喝赌的纨绔苦，竟然莫名其妙接了皇榜。接皇帐，沽名钓誉乃欺君之罪。叶枫，你敢！虎毒还不食子，你想杀了杨儿，就先杀了我！你让开！这孽畜已经疯了，若到了金銮城，指不定惹出什么乱子。不但惹了大祸，还丝毫不低头，岂能容他？孩儿见过父亲大人。其实孩儿接下皇榜，是想建功立业，重塑我叶家100年荣华，并非冲动之举。你17岁那年，一手咏芦花，1片2片3 4片4片5片6 7片，令我叶家成为长安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，你可记得？18岁那年，你一手近看大石头，远看石头大，再次让我叶家成为风口浪尖，文坛之耻。哼！现在你19，接下求贤诏，想让我叶家满门成为风口浪尖？事已至此，报答也无用。当今女帝刚刚登基，求贤若渴。父亲若严加阻挠，往小是对女帝不敬，往大是欺君之罪。父亲可曾听过毒誓？谋士有3：谋己、谋人、谋天下。谋己者，毒誓也；行阳谋者，有损阴德计谋者，毒誓也。寻常手段难以生效，当为毒誓之天下。高伯父，青青不请自来，倒是叨扰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青青何必如此客气？高伯父，青青此行是来退婚的。退婚？大婚在即，岂能说退就退？将置我定国公府为何地？这件事是我宋家的不对，但这是整个家族的决定，青青无力阻止。父亲大人特意让我转告定国公一声，以后若定国公府遇到麻烦，我宋家必定鼎力相助。滚！转告宋礼那老东西，哪怕要退婚，也是我定国公府前去退婚。你宋家算什么东西？那我宋家敬下定国公大驾光临。孽畜，被人当众退婚，你还笑得出来？父亲大人，如此爱慕虚荣的女子，退婚有什么不好的？在他眼里，新帝登基，权力更迭，叶家年轻一辈没有能当大人的，注定要走下坡路，否则也不至于在我接下求贤诏的第一时间就赶来退婚，无非是怕宋家被牵连。退婚之事，国公府绝不罢休。当务之急是女帝考核，但求无错，否则整个国公府都要受牵连。陛下，接皇榜者户部侍郎之子已至殿外。宣龙椅上，舞身身金黄色的龙袍，面色绝美，凤眸威严。她的周身弥漫着高贵的气息，令人不敢直视。叶晨心思活络起来，女帝刚登基不久，正想做出一番事业。若是能抱住女帝的大白腿，整个定国公府必定重塑辉煌，自己的好日子也会更持久。武轩凤眸落在叶晨的身上，有些失望。原以为敢接求贤令者，必定是万中无一的经世之才，现在他只希望在百官面前，你不要太离谱，令他难做。朕的第一个问题。若你是个刚上任的偏远县令，此地飞土诸多，这一日你刚在县城巡查，却被一个屠夫指着鼻子当街怒骂，但这屠夫在当地乃至朝中有点关系，你会如何？
草民会面带笑容，答谢他指出草民的不足。接着，草民会回到县衙，命人敲锣打鼓的送10两金子前去，逢人就说是赏给屠夫的。届时，满城皆知屠夫得了10两金子，此地又非土众多，屠夫必死无疑。臣在事先安排捕快暗中窥探，只等屠夫一死，便将歹人拿下。那若是你亲手杀了仇人全家，看着仇家满地尸体，心头正无比畅快的时候，却发现屋内还有一个孩子，你该当如何？草民会说：“记住我的脸，下次见面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”说完这句话后，我会转身离开，再猛然回头，大笑一声：“哈哈哈！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哈哈哈！孽子无才，冲撞了陛下，是臣管教无方，一切皆是臣之错，还请陛下责罚。朕为何要责罚？陛下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昔日之仇，满地尸体就够了。小孩手无寸铁，若妄加杀戮，手段未免太过残暴。此等冷血之人，一旦为官，必定为祸。此段言之有理。我大前男儿的大刀等上阵杀敌，而不应斩杀手无寸铁的老幼，如此小孩再加屠戮，简直残暴。王将军所言极是，绝不可姑息。王老将军所言极是，王老将军所言极是，绝不能姑息此等狂徒。王老将军所言甚是有理，叶某大刀的确不斩老幼，但叶某还有一把小刀。巧言如簧，难掩你残暴的本性。草民佩服，但草民只是一介普通人，做不到放过他。令家人，你怎知10几年后会再报灭门之仇？按陛下所假设，若当年小南的爹懂得斩草要除根这个道理，又何来今日灭门之祸呢？反之，现在不斩草除根，10年后、20年后，又可能会有一门灭门之祸降临在叶某的身上。草民可以愧疚的活一辈子，但绝不能担惊受怕的活一辈子。斩草要除根，这是他爹教给我的道理。当然，先前的转身就走，再猛然回头，只不过是一句玩笑话。若是草民面对此情此景，会给他碎银几两。再像王忠将军所说，来上一句叶某大刀不斩老幼，放他离去；实则暗中窥探，看他投奔何方亲友，或者被何人接走，再一并除掉。动手时，正常人的心脏大概长在左侧，但也有少部分人的心脏在右侧，最好左右各一刀，屁股最好也来一刀。叶家百年将门，还有这等阴险的后辈，这若让他掌权，老王家的蚯蚓岂不是都要被劈成2半？陛下，高侍郎之子所言不无道理。既是大仇，那就不存在老幼，末将赞同。面对仇敌，不该和人，就该手段狠辣。你的第一题回答，朕很满意。第一题只是小考，想当官没那么简单。请陛下赐题，草民愿效劳。此题不光是考高侍郎之子，众位爱卿也可畅所欲言，令朕满意者，朕必当重用。你是一个外地茶商，在江南人穷山僻壤，承包为我的百色荒，但想种茶就得先开路，可当地不愿开荒，纵然招到几个百姓，干活也无比懒散。眼看种茶的日子越来越近，这该当如何？随着武谋淡淡的开口，一时间文武百官全都皱起了眉头。此题乃是他的压轴之一，能完美交出答卷者，必定有经世之才。他凤眸扫过朝堂，百官齐齐低头。纵然是崔星河也眉头紧锁。此题倒是有些难解。外地茶商前往江南穷山僻壤，承包荒山。这其中难点有3：第一，外地茶商人生地不熟，并无支持；第二，百姓懒惰，非重金难招；第三，纵用重金也会消极怠工。陛下，这有何难？1倍工钱没人，那就2倍工钱。重金之下，还怕没有百姓响应开荒？王老将军此言差矣，既是商贾，自当重利。3倍工钱固然有百姓响应，但成本岂不是大幅提高？再者，如着朕所说，百姓纵然上工，也大多懒惰。茶商在江南毫无根基，难约束，这何解？是末将考虑不周，但陛下此题未免太难。当地穷山僻壤，百姓生性懒惰，若不提高工钱，哪有百姓响应？而懒惰更是人的本性。当地穷山僻壤，百姓必定更加懒惰，这消极怠工根本难以遏制。此题无解呀！既是选拔为国为民的大才，又岂能太大千天下？比这难处理的政务比比皆是，难道就全都放任不管了？末将不敢。此题开荒不难，种地不难，但想要最小成本、最快速度完成开荒却很难。崔爱卿，你乃我大前状元，据说8岁作诗，12岁通读经义，乃长安4大才子之一，文采惊人，亦可有解？
陛下，臣还尚未想好，但再给臣一炷香的时间，臣必定能给陛下一个满意的答案。那崔爱卿再想想。周老爷子，你乃翰林院大学士，我大前文台巨辅，你可有解？老臣尚未有更好的办法。叶侍郎之子可有解？臣也得想想。你接了朕的求贤诏，若你想不出来，朕可要治你欺君之罪。黑兵为何在？陛下，草民忽然想到了几个计策，好像可解此题。若此计令朕满意，那你不但无过，还有赏。站在茶商的立场，他的目的很简单：低价雇人开荒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开荒。但当地百姓大多懒惰，开荒又累又苦。纵然以大价钱雇人，茶商在当地又无威望，百姓也只会3天打鱼2天晒法。要想达成目的，那就要熟知人性。草民的法子很简单，只需一个局即可。此局草民称之为细侯局。如何熟知人性，又如何做局？我若是茶商，便先以3倍5倍的工钱雇来10几个百姓开荒。就这，本将军还以为你有什么妙计，原来不过如此。前几日时间令百姓集中开垦，百姓若是偷懒睡觉，只管呵斥，满脸着急，伪装的像一点。百姓懒惰成风，多半阴奉阳违，甚至在他们眼里，我急得上蹿下跳的样子，就像是一只滑稽的猴子，甚至会暗地里嗤笑几声，继续我行我素。但几日过后，我在这荒山埋入几颗金子，此局便成。金子埋入荒山，先前的百姓一直集中开垦一块地方，一旦要被人挖出，根本瞒不过其他百姓。纵然挖出金子的百姓再眼疾手快，也瞒不过一同劳作的百姓。一旦争吵起来，我就借机满脸紧张的让他们交出金子，甚至再给点银子，让他们不要透露从山上挖出金子的消息，免得让人来争抢。这番作态，要不了数个时辰，荒山下有金矿的消息就会传遍村子。只需1-2块金子，人性的恶就会暴露无遗。金矿诱惑下，百姓必定焦躁难安，到时候谣言愈演愈烈，无需工钱，一家老小全都会齐齐扛着锄头连夜挖地。精彩！以金子勾出人性的贪婪，令全村老小齐齐上山开荒，后续再随意在山上不同地方埋入金子，令百姓坚信荒山下有金矿。这不仅省了大量开荒的工钱，村民还会连夜开荒。高侍郎之子果然没令朕失望，此计甚妙。陛下且慢，此局到此还并未结束，相反，最险恶的部分才刚刚开始。最险恶的地方才刚刚开始。穷山僻壤，百姓懒惰，当地县令肯定捞不着油水，很大的概率是个贪官。做局之前完全可以以重金贿赂，若有县令下注，此局事半功倍。大胆！无妨，莫说这是假设，纵然是我大前的穷山僻秧，贪官还少吗？继续说，贿赂县令后呢？荒山依大前履历，乃茶商司领地，村民连夜上山挖金，已然触犯了大前律法。我若是茶商，便立刻上报官府，派官兵前去拿人，命他们交出挖出来的举报。1文钱不发，却免费让百姓开了荒，就连挖出来的金子也要归还回去。此计太毒了。先贿赂县令，再利用人性之恶拿回先前放入的金子。此计虽略显阴毒，但却以最少的工钱完成了最具效率的开荒。这依旧不失为一条妙计。贿赂县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村民至多也只是将金子还回去，但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值得吗？崔大人，天下官商勾结的事儿还少吗？谁又会上去就以重金贿赂呢？清官贪官，民间走一走便知。并且此计的毒辣还不止于此，若这些金子外面是金，里面是铜呢？外面是金，里面是铜，够狠。只要有县令配合，完全可以当场剪开还回来的金子，再倒打一耙村民偷了金子，当堂上刑。普通村民哪能扛住严苛的刑罚？只需几个大刑，这些挖出金子的村民便会被屈打成招。这个时候，哪怕他们明白这一切也晚了，没有银子偿还，他们就只能欠下卖身契，终生为茶奴。当然，我若是那茶商，一定会严防报复，出行多带几个护卫，同时再向这些卖身的茶奴许诺，只要再给我工作5年或10年，便还他们自由。干活干得越快，就越快还他们自由。等赚了钱，生意越做越大以后，还可以修个路、修个桥。当然，肯定是宣称方便村民出行，这还能收获一个大善人的名声。此言一出，金銮殿内落针可闻，文武百官齐齐地盯着叶晨，嘴唇嗡动，他们的心中掀起一阵滔天骇浪。哪怕是女帝的手，也情不自禁地攥紧龙椅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叶晨。这个答案，纵然是他这个出题人也被震惊。在他所想，天下乱象盘踞已久，常规手段难以根除，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人，非常规之手段，唯有利用人性之恶，才能治国安邦平天下，成为他武父的治世能臣。荒山埋金，或者以谣言等手段，武双也想过，在武双心里，这就是完美的答案。但武双没想到叶晨还有后续手段，
穷山僻壤，先贿赂县令，再以铜为金进行诬告，严刑逼供，让挖金的百姓成为茶奴，并且这厮想的还很周全，给予期限，令这些卖身为奴的百姓有个盼头，不至于鱼死网破。一个极为肮脏的局，到了最后居然还成了当地的大善人。叶晨这个纨绔给他交出了一份满意答案，难怪此局叫做戏猴局，百姓将茶商当作猴子，但殊不知他们自己才是滑稽的猴子。此子纵然不入朝为官，也绝不能从商。女帝武心里下了决定，叶晨若从商，不知多少百姓会被玩死。崔心和目瞪口呆，不敢置信。他没想到叶晨竟这么快就给出了答卷，他开始思索着此事的可行性，但他越想就越是心惊。叶枫也难以置信地回头盯着叶晨，内心狂颤。这般阴险狡诈之辈，真是他叶家百年将门的后代。这等毒计，莫说是金銮殿上的其他臣子，哪怕是他这个当爹的都有些害怕。陛下，时间太紧，此局还有一些漏洞，要是能再给草民一些时间，此局会更完美。这个局还能做得更完美？陛下，此局未免太过阴毒，还请陛下重惩叶侍郎之子。臣附议。正所谓计无好坏，全在于用计人一念之间。犬子此计虽略显毒辣，但还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臣也赞同周老爷子之言，此计太过毒辣，不可采纳。既诸位爱卿觉得此计太过毒辣，那诸位爱卿可有比这更好的计策？在朕眼中，计无好坏，能达成目的的计策。高侍郎之子的计策虽有些歹毒，但站在茶商的角度，合情合理，甚至是最好的办法。若天下人皆无快于心，那又何来贪官污吏？更何况高侍郎之子能如此短时间做出此等毒计，可见其才华。朕乏了，退朝。这就跑了？说好的赏赐呢？没有万两黄金，最起码来2个美女啊！这女帝太不讲究了。金銮殿外，百官议论纷纷。叶晨跟在叶枫身后，金色的阳光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让人快要睁不开眼，一阵轻松惬意。今日之危算是彻底解除了。叶晨也没想到女帝竟这么喜欢妙计。为国为民咱不行，论搞妙计，本少爷绝对是专业的。父亲大人，女帝并未掌责，待会儿回府不至于还挨揍吧？今日你的表现，为父十分满意。知心的婉佑殿西，凭我这国公爷爷和侍郎爷，放后世作文绝对夺冠。嘿嘿，爹，你怎么了？古话说得好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为父第一次当父亲，肯定有些不足，你不要太往心里去。叶晨懵了，这番话是什么意思？正当叶枫和叶晨慢慢迈步回去时候，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事情也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整个长安城，尤其是女帝的2大问题以及叶晨的2大回答，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了出去。这速度甚至比叶晨回府的速度还要快。老夫为了大钱戎马50载，历经生死，取老夫甲胄，老夫要面圣。今日冒昧接下陛下的求贤诏，只怕背后有人推波助澜。寻常小辈玩闹，技不如人，令我叶家蒙羞，老夫也就罢了。今日针对杨儿，摆明是有人想趁着新帝登基对我叶家发难。要想保住杨儿，老夫不得不去一趟皇宫了。但也不知道这张老脸还能值几个钱。这对一个国公府来说，后辈已经在走下坡路。至于孙子辈，那更不必多说。清一色的纨绔，作为大孙子的叶晨，那更是纨绔中的纨绔，混蛋中的混蛋。叶家看似家大业大，但其实已经十分危险。在叶天龙看来，今日就要决定叶家的命运。家门不幸啊！老国公，有好消息和坏消息。如今叶家哪儿还有好消息？大公子接了求贤诏，通过陛下家考核了。你说什么？杨儿未被责罚？此事整个京城都在传，绝不会有假。大家都说大公子在藏弱，还藏得很深呢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龙。老夫叶天龙的后世子孙，又怎会真那么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大公子出的计都是毒计，久久没有说话，百姓更是第一阵斥骂，说大公子真歹毒。大公子不仅让百姓免费开荒，还倒打一耙，让他们成了免费茶奴，最后还落了个大善人的名头。这也太狠了！这一刻，纵然是见了太多肮脏毒计的高老国公也沉默了。我这大孙子比谁都毒啊！父亲大人，陛下如何责罚定国公府？昏退了。定国公并未出面，
高侍郎闻言暴怒，说此事不会善罢甘休。父亲这般问，可是朝堂上出了什么变故？那纨绔一直在藏拙，定国公府化险为夷了。什么？那纨绔爱我如宝，放弃定国公府也不可惜。女儿定能找个100倍胜她的才子。叶晨和叶枫也下了马车，推开了国公府大门。叶晨则是也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，然后直接往自己的床上扑了上去。叶晨心里开始盘算起来，叶家虽然在走下坡路，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一门国公，一个3品大官，这身份足以令叶晨在长安横着走。现在只需抱住女帝的大白腿，那你在长安的小日子简直不敢想，那叫一个舒服惬意。也不知女帝会赏一个什么职位的官。拜见父亲大人。杨儿的事情老夫都知道了，这孽子藏得够深，但今日之事不光对这孽子是一件好事，对我叶家亦是一件好事。可陛下却并未封赏，这就代表眼下一切尚未尘埃落定啊！杨儿顽劣，声名远扬，原本这崔家崔星河已是女帝心中最好的人选，但半路却杀出了杨儿。崔星河乃大前状元，不仅精通经义，还深谙治国之道，陛下犹豫也十分正常。照老夫对陛下的了解，陛下在崔星河和杨儿之间还有一道具体到治国的考核。当今陛下的野心可一点都不比先帝小。照父亲所说，杨儿若不能胜过崔星河，岂不依旧难逃责罚？那倒未必。父亲大人对杨儿有信心？老夫历经3帝，这么毒辣的计策还是头回见。杨儿说不定会再给咱们惊喜，只是毁了老夫的名声。再说了，只要老夫还活着，总归能保他一命的。趁着老夫还活着，使劲折腾折腾，倒也不错。父亲大人，还有一事，今日宋礼之女宋青青亲自上门退亲，长安内颇有议论，这该当如何？没有定我那么好退，那就休怪老夫不义。宋家军中的后辈全部踢出去，一个不留。想来如此大的耻辱，老夫发疯，陛下也不会说什么。先不说这些了，人生当及时行乐。来下去。父亲，你一个大前齐胜，欺负我这臭棋篓子，是不是不太好？算你小子会说话，老夫岂会欺负小辈？先让你一子。父亲大人，咱们先说好，若是输棋，谁都不准拿棋盘打人。陛下，您可还在想高侍郎之词？长安谣言误人，这般毒辣的计策，一般的纨绔子弟可做不出来。纵然是朕，也从未见过如此毒辣的计策。这纨绔对人性的拿捏，尤其是人性的恶，简直恐怖。陛下若用得好，他定是大前一大人才。那你觉得，他和崔星河孰强孰弱？谁能辅佐朕开创霸业？崔家，崔星河。你对崔星河这么有信心？崔星河不仅是当朝状元，更是社稷栋梁之才。他的治国论精辟说出了我大前的弊政。陛下若想开创万世之基业，崔星河当为第一选择。可朕却更看好那个纨绔，朕有一种预感，他才是朕要找的人。陛下，那纨绔劣迹斑斑，虽擅长掌握人心，但论治国，如何能和崔状元相提并论？孰强孰弱，一试便知。今年我大前多地大灾，民意沸腾，临江城县令渡海上奏，临江城各地粮囤粮，粮价开始飙升，难以遏制。无独有偶，不远处的清水城也遭遇大灾，粮价上涨，百姓难以负担。拟旨赐定国公府监察御史之权，接管临江城大小一切事宜；赐崔家崔星河清水城监察御史一职，接管清水城大小一切事宜。陛下，崔星河知分寸，有手段，清水城有他坐镇，出不了乱子。但那纨绔那边，你就跟着一起前去吧。若真是朕看走了眼，你便及时出手，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。但此子跟常人不同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要出手。去宣旨吧，灾情不等人，让他们即刻出发。父皇，我会向天下人证明，女子也能为皇，女子一样能带领大前走向强大。我不光会让大前变得强大，更会征服七国，结束这持续了600年的乱世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天下大灾，清水城灾情如火。崔家崔星河有社稷之才，朕特令崔星河为临时监察御史，掌清水城大小事宜，以最快速度平粮价，还百姓安宁。即刻出发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崔星河接旨，定竭尽全力。陛下有令，还请崔大人简单收拾一下，即刻出发吧。婉儿还有要务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本官没猜错的话，这是女帝对你和那纨绔的一次考核。我崔家能否得到女帝信任，在这大前更上一层，就全靠你。论阴谋诡计，孩儿或许不如那纨绔，看若论治国，100个太爷比不过孩儿。清水城粮价15天之内必降，父亲就等孩儿的好消息吧。我儿星河有丞相之姿。灵儿，你可笑死我了！你可笑死我了！哥，
我听府里的下人说你乱接了圣旨，要被处死，这是真的吗？大哥，城东头的桃花酥，你答应要买给灵儿吃的，你先买给灵儿吧，否则大哥被处死了，灵儿找谁买呢？大哥，你找什么呢？大哥觉得有必要让你的童年更记忆深刻一些。大哥，灵儿错了，灵儿错了！别跑！今日不揍你一顿，我就改名叫木叶丸。圣旨到，先放你一马，看看女帝赏了点什么。上官婉儿手持金黄色绢布的圣旨，身后跟着10来个宫内禁军，绝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圣旨一到，定国公府上下老小全都齐齐跪下接旨，但却唯独有一个例外，满脸不怒自威的定国公叶天龙，他只是微微弯腰，却没有人会觉得不妥，因为这是为大前征战50年用命换来的特权。列子，接旨需低下头，恭敬一点，莫要落了一个不敬陛下的罪名，那可是大罪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天下大灾，临江城灾情如火。定国公之孙叶辰有社稷之才，朕特令叶辰为临时监察御史，掌临江城大小事宜，以最快速度平粮价，还百姓安宁。即刻出发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接旨谢恩吧。谢陛下圣恩。现在看来，女帝的大白腿并没有那么好抱啊！这摆明是从理论转为治国的实操。这要是没法以最快速度降低粮价，那自己也将在女帝的心中就此除名。武肥的魄力着实惊人，以一城百姓的性命当作机会给自己练手，难道就不怕自己搞砸了吗？以孽子的本事，如何能胜任监察御史一职？一城之百姓由不得半点胡来啊！高侍郎，这一切都是陛下的旨意，陛下的性子你也知道。谁也改变不了。灾情紧急，下官在外候着，还请高正士收拾收拾，速速动身吧。灾情如火，速速收拾行李赶路吧。这是陛下对你的考核，若成则一飞冲天，但你要切记，宁可不做，也不要犯错。这样纵使不成，老夫也能保住你的一条小命。是福是祸，皆靠你自己。临坚城距离长安200多里，这一路上免不了遭罪。绿萝，你跟着杨儿，照顾她的起居。是。大哥，这是桃花酥，你路上拿着吃吧。哥，你这一去，最低得半个月1个月。你放心，你在京城胭脂阁经常照顾的小娘子，弟弟会帮你照顾的，你不必挂念。孽畜，3息之内滚！大哥，你且放心，汝之女人，弟当多加照顾。叶枫痛苦地闭上了眼，这个不听话的孽畜，真是悔不当初，否则也不至于日常血压飙升。父亲大人不必动怒，正所谓长兄如父，待孩儿归来，自当好好管教长文，令他痛改前非。这是机遇，也是危机。如今长安暗流涌动，若没有把握，那就按照你爷爷说的做，叶家终究能庇护你。切记，千万不要逞能，令事情走向失控。如鹰终将展翅，在家族庇护下，怎能俯瞰天下？陛下方才登基，我若得重用，必再续定国公府100年辉煌。想让叶家斗得太多了，女帝的大白腿必须抱。临江城2胜，必须玩死。老天终究庇护了我叶家，传我命令，将那个孽种给我禁足。杨儿没有回来，他一步都不能离开定国公府，否则老夫打断他的3条腿。上官大人怎么在这儿？陛下有旨，命我随你一同前去临江城。也是，毕竟是一城之百姓，容不得闪失。高公子的确聪明，难怪陛下如此看重。难怪看重，看来陛下的考核不止我一个人啊！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还有崔状元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此行我有多大的权力？掌生杀大权，临江城一切上到县令，下诏百姓，高公子皆可指挥，也包括你。上官大人，看看腿。高公子，你这话是不是太冒昧了一些？这事倒也好办了，一帮发国难财的粮商，大肆抬高粮价。大公子，你要不先将就看看奴婢的腿？朝廷御史还有多久到来？陆县令莫急，估摸着马上就要到了。4大粮商阴奉阳违，粮价飞涨，百姓怎能负担得起？杜大人，远方来人了。
终于到了。杜大人，此乃女帝特命的监察御史，专门负责临江城大灾。从此刻开始，临江城大小事务便由高公子掌控。下官临江城县令杜江拜见叶公子。杜大人免礼，耽搁了2日，现在城内情况如何？叶公子里面请。这几日暴雨初停，被水一冲，粮食浅收了。临江城内各大粮商趁机疯狂囤粮，导致粮价短短10天内从40文一斗飙升到100文一斗。要不是本官下令开仓放粮，粮价还会飙升。另外，大雨导致城外一些农田被冲毁，百姓无家可归，大量难民进入临江城，急需安置，否则恐生骚乱。叶公子，眼前这局该如何破解？此局并不难破解。请叶训师赐教，下官代10万百姓拜谢。先观临江城粮仓。叶公子莫不是在故意打敲下官？眼下开仓放粮，临江城内的粮价还难以遏制，更别说关闭粮仓。下官只怕县衙命令一下，城内粮价瞬间突破100文一斗。如此天价粮食，百姓怎么可能买得起？大前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阴雨连满，我大前的粮食收成并不多。临江城内的粮仓还有多少储备粮？够临江城10万百姓吃5日吗？不够，但一旦关闭粮仓，临江城粮价必再次暴涨，百姓岂不是更买不起粮食？叶公子此言，请恕下官难以赞同。纵然继续开仓放粮，100文一斗的价格，杜大人觉得多少百姓买得起？并且，本公子不是跟你解释，而是命令，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下官立刻派人关闭临江城粮仓，并张贴榜文。但叶公子可要想好了，一旦城内粮价暴涨，难以遏制，这责任7日之内，临江城粮价不降，一切后果本公子一力承担，哪怕是本公子这条命。在杜江看来，叶晨定然是沽名钓誉之辈，不知道用什么手段获取了女帝陛下的信任。一城之百姓数10万人的生死，岂能如此胡来？杜江在内心下定了决心，若是情况不可控，他哪怕拼了这顶乌纱帽不要，也要拿下你。纵然叶晨的背后是女帝，纵然你有着滔天的权势，但在他杜江的心中，百姓的命高于一切。只是现在他会看看你要怎么做。将临江城一带的地图拿来。临江城的粮食一般如何运输？自然是水陆2种方式运输，但临江城以靠近清水河闻名，水路运输较多，时间快，损耗小。叶公子心中可是已经有了妙策。临江城最大的几家粮商，杜先生可知？是强。趁此大灾，更是疯狂扫荡，释放粮食，令本地一些小粮商纷纷跟风囤粮，大发国难财。这也导致短短数10日，临江城粮价便涨了快1倍。但眼下陛下刚刚登基，临江城又民风彪悍，不可强行镇压，否则恐生大乱。到时候只怕后果谁也承担不了。烦请杜县令备一桌好酒好菜，替本公子宴请这4大家。叶公子，您这招实不相瞒，下官早已用小颇微，得到这个天赐良机，大肆囤粮，他们绝不会那么轻易的松口。照做便是。那本官就看叶公子的手段。一旁，上官婉儿看向叶晨，并未出声，只是他的心底一阵好奇，叶晨到底想做什么？叶公子，这帮粮商全都是老狐狸，想要让他们降价，只怕比杀了他们都难，最多降5文，5文已是他们的极限。杜县令，心态平和点。身为一县父母官，若连你都方寸大乱，还如何评粮价？我等拜见叶御史。素素闻前赵韩林4大家族在临江城有100年之举，乃是附近百里有名的富商，怎么今日一见如此落魄？叶御史有所不知，临江城遭受大雨侵袭，良田尽毁，导致流民遍地，百姓无粮可吃。我等实在痛心，这段时间连连施粥，更是拿出大笔银子赈灾，如今早已入不敷出了。但在慷慨连连血囊之下，已经快尽粮绝了。叶御史到了，我等压力也小了许多。府里养着上百人，宁可囤粮也不救灾，太无耻了，真该死！4大家主高风亮节，只是本公子受女帝指派，接管这里一切事务。我林家愿拿出诚意，自降5文，赔本卖粮。自降5文，8文，御史大人觉得如何？叶晨依旧摇头，4大粮商脸色极其难看至极，这纨绔是逼他们撕破脸啊！杜江满脸冷笑地看向叶晨，这跟他预想的并未太大差别，他倒想看看叶晨该怎么办。哼，你们手中的粮食全都提高至150文一斗，
只准高不许低，谁若是敢低卖，本官就宰了谁。不得低于150文一斗。一时之间，整个县衙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目瞪口呆，甚至都忘了说话。杜江原本还准备看叶晨如何处理这帮难缠的粮商，从他们的嘴里让其多降几文。结果叶晨并没有丝毫降价的意思，相反直接抬高了粮价，甚至不准这些商贾卖低价粮。想要做什么？是要饿死整个临江城的百姓吗？哪怕杜江有天大的不满，也不能当着4大粮商的面质疑叶晨，否则就是一个藐视上官的大罪。上官婉儿也被吓了一跳，一双美眸满是不解。他们来临江城不是来降粮价的吗？上官婉儿完全想不通，她跟随女帝执政，见了太多的官员，阴险的、毒辣的，刚正不阿秉公处理。说什么？要我等不得低于150文一斗卖粮？本公子的意思很难理解吗？150文一斗的价格，谁若是敢低于这个价格卖粮，让本公。御史大人，此事可会张贴榜文？这顿饭后，粮价不得低于150文一斗价格售卖的榜文，将会贴遍临江城的每一个街道。林老，这新御史打的什么心思，竟将粮价抬高到100？能跌下去的，不管他什么心思，当下趁机大捞一笔才是。哼，如此天灾难逢的机遇，但凡抓住，家族百年不愁，并且不管临江城乱成什么样子，这都跟我等无关，因为我等遵守的是县衙的意思，一场泼天富贵就在眼前。尔等若还是有县衙榜文一出，粮价绝不止150文，乱世粮价不言顶，砸锅卖铁他们也得买。真要将这榜文贴遍全城？榜文一出，再无转圜。榜文一出，再无转圜，县衙会被百姓唾沫淹死。杜大人，按照本官的意思去做，其他的不是你该问的。大人，您可知这样做的后果？榜文一出，不出10日半个月，临江城必定是人间炼狱，无数百姓会活生生的饿死，甚至妻离子散，一子而食也未尝不可能。下官一身傲骨，从未求人，150文的粮，百姓买不起，求大人收回成命。杜大人，想要降粮价，不一定要拼命压低粮价，须知弹簧越是强力镇压，反弹就越恐怖。7日之后，一切都会好。本公子不会拿命开笑。当今大前遭受暴雨侵袭的可不只有临江城一座城，整个广阳郡16城都遭受大灾，只是临江城的灾害最为严重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注定会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。降粮价只是其一，当下让百姓能够在大灾下活下去，甚至是赚到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该怎么做呢？杜大人，带本官四处看看。本官看这府衙年久失修，过几日等粮价跌了下来，倒是可以翻修翻修。上官大人，您难道真要坐视临江城民不聊生吗？女帝陛下有令，临江城大小一切事务全都交给叶公子处置，但若事态紧急不可控制，我会出手制止。只怕到时候就晚了呀！此事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告知陛下，再让他这么胡来，临江城数10万的百姓可就完了。取我笔墨，本官要连夜上奏，800里加急弹劾此料。临江城800里急报。临江城800里急报，呈上来。太不可思议！这个纨绔胆敢官商勾结，抬高粮价，非但不让当地粮商降价，还要高价卖粮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不对，这纨绔不像是庸才，难道是别有用意？一边要降临江城粮价，一边又将临京城粮价抬到天价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倒是会给朕查麻烦。明日早朝并不平静，定国公树大招风，这朝中太多人想让他倒下。按照大前规矩，这弹劾除了一份送到他的御书房，还有一份会送到御史台。明日注定是一场风暴。五叔高高坐在龙椅之上，他的眉宇冰冷，周身弥漫着一股威严，文武百官列于两侧。陛下，臣弹劾定国公之子叶晨，
叶晨受陛下重用为临江城监察御史，但他却官商勾结，下令临江城粮价不得低于150文一斗，还要大肆翻修府衙，此举实在昏庸。臣请陛下下令严惩，以正效尤。御史大夫严征为人刚正不阿，但凡有他不顺眼的，上喷天下喷地，无人敢不喷。随着他的出面，众人脸色也变了。严征弹劾，那基本被弹劾的不死，也要脱一层皮。叶枫瞪大双眼，听到这话如遭重击。官商勾结，操控粮价，下令临江城粮价不得低于150文一斗。150文一斗，必致饿殍遍地。末将赞同，请陛下严惩。广阳郡灾情严重，如此天价，恐激起民愤，请陛下及时制止。臣附议。叶枫脸色铁青，面色冷冽，他一双眸子忍不住地看向武卓。当下能拍板决定的，只有女帝一人。定国公之孙不走寻常路，朕既然许诺，该有非常之才，必待非常之人。如今方才2天，各位爱卿何必着急？说不定定国公之孙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想要粮价跌下去，哪有将粮价抬到天上的？这纨绔就是个无能之辈，哪里能当此大任？王老将军，你是在质疑朕眼光不行吗？末将绝无此意。临江城乱不了，朕早就安排了后手。杜县令既然说定国公之孙叶晨大放厥词，7日之内降粮价，那就给他7日时间。此事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180文一斗，这还要我们活吗？大人，草民给您跪下了，求大人法外开恩，快开仓放粮啊！不然我一家老小真的会活活的饿死啊！今日早就突破200文一斗了，这帮天杀的粮商200文一斗还不卖，这帮吃人血馒头的畜生，他们迟早遭报应。今日便是第7日，可临江城的粮价不仅没有跌，反而还涨到了200文一斗，比榜文上的150文一斗还要贵20文一斗。百姓存粮见底，县衙又不能开仓放粮，再过几天，民论席卷之下，必生大乱。应当是在华国寺，又去寺庙了。下令限价，有水拜佛，还要修衙门。如此放任，粮价能降？7日之期已到，本官这就去找叶公子，看他拿命担保的粮价如何降。杜江脸色铁青，这7日时间，叶晨不是上清水河游玩，就是上寺庙拜佛，甚至还想要翻修县衙，举办大型赛事活动。如此放任，临江城粮价能降？叶御史，足足7天时间过去了，可临江城的粮价不但没有降，相反一路增高。自从您那道旨意一下，粮价快速飙升到150文一斗。不仅如此，还在继续升高，足足200文一斗了。自从县衙张贴榜文后，县衙外每天都是哀求的百姓。再这样下去，场面必定失控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您真的不怕吗？大人，再这样下去，临江城要大乱了。4大粮商这几日有什么动作？自打榜文张贴后，他们动用了大笔银子，以100文一斗的价格疯狂扫挖小粮商手中的粮，哪怕150文都不卖。他们正囤粮，等着抬价。这帮人200文一斗都不卖，明日招工翻修府衙，张贴榜文，本官要办赛龙舟，拔得头筹者免除商税3年。什么？下官会照此去做。但叶御史，纵然你是定国公之孙，闯出如此大祸，也承受不起后果。叶公子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否则我只能带叶公子接管临江城了。上官大人，快出手吧，否则一旦百姓哗变，将酿成难以挽回的大祸。你分明不喜欢佛祖。长安城里有许多信徒，我见过，他们的眼中都有着一股匪夷所思的狂热，但你却没有。换句话来说，这几日到处走访寺庙，这并非你的本意。翻修县衙更是匪夷所思。要不了一段时间，你就要返回长安，但你为何要翻修县衙，背负一城之骂名，令江城强价暴涨？这一切，叶公子必须得跟我交个底。我想叶公子应该知道些什么。上官婉儿这么一说，杜江也察觉到了不对，这一切行为都十分反常。纵然再信佛，也不可能每天都去寺庙烧香拜佛。翻修县衙更是吃力不讨好。叶晨终究要回长安城，他再纨绔也不至于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难道叶晨真的另有想法？杜大人，还记得7天前本公子对你说的一句话吗？可是那句想要降粮价，不一定要拼命压低粮价，但粮价暴涨，商贾贪婪，他们不狠狠地收割一波，如何会收手？杜大人，我想问你一句，4大粮商联合，纵然是强压，他们能降多少文？8文还是18文？纵然是80文一斗的粮价，又有多少百姓买得起？除非高举屠刀，将他们全部杀光。但一旦诛杀，满城商贾都会提心吊胆，并且对普通百姓而言，不管是100文一斗，还是150文一斗，亦或者200文一斗，并没有太大区别，他们总归是买不起。但临江城粮价暴涨，
甚至官府下令不得低于150文1斗卖粮，这会吸引什么钱来？都江和上官婉儿的脑海中几乎是齐齐浮现出一个词：外地粮商。难道前赵韩林4大粮商贪婪地扫荡本地粮食，抬高粮价，本地小粮商也跟着囤粮，妄想卖出天价。贪婪是商人本性，粮价暴涨的消息会以恐怖的速度传遍各地。这几日，城门口、码头边，每日运粮的马车、货船都在增加，外地粮商每日上涨，这临江城早就不缺粮了。现在的粮价就是个大气球，看着大，一戳就破。想发国难财，本官叫他们家破人亡。那大人要翻修县衙，举办什么赛龙舟活动，这意欲何为？杜县令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。对百姓来说，50文1斗的粮价也需要银子买。大人，下官有罪，下官非但愚笨，竟还弹劾了大人。县衙内多是粮商的人，本官这才不说。区弹劾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大人，就在1个时辰前，下官又写了一封，并且措辞更激烈，语气更激动。我现在立刻修书一封，以快马送到长安。叶公子不必担心。上官大人，今晚用沙土装满沙袋，切勿走漏消息，我有大用。我会持陛下旨意，调城外兵马配合公子。今日是粮商最后的狂欢，明日我要他们体会真正的绝望。报！清水城粮价降至82文。崔状元放言还能再降1降7文，为师朝廷威严竟跌足18文，无愧状元之才。老夫送礼，请陛下封赏监察御史崔星河。送礼不介意卖崔星河一个人情，官场一来二去，感情就深厚了。更别说在他心中，崔星河已是宋家的乘龙快婿。末将奏请陛下，将崔状元立为典范，令百官学习。臣等附议。仅7日降了18文，这崔星河倒可堪重用。清水城距离临江城不过几十里地，清水城粮价低至82文，不知临江城粮价该是多少？清水城的消息到了，想来临江城的粮价消息也快到了。叶枫面色凝重，7日之期已到。若是叶晨没能令临江城粮价跌至稳定水平，那今日就危险了。尤其是这崔星河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，叶晨要是没做好，只怕难以交差。报！临江城粮价最新消息，临江城粮价已突破200文1斗，百姓怨声载道。临江县令杜江送来第2封急报，弹劾察御史叶晨。临江城粮价已经突破了200文1斗，消息确认无误。启禀陛下，消息绝无半点虚言。这7天粮价一直在暴涨，如今只怕更高。叶枫也震惊了，一双眸子带着难以相信，这孽畜怎么回事？说好的雏鹰终将展翅，翱翔于苍穹之上，扛起定国公府的重担呢？好家伙，粮价突破200文1斗，这是想将整个定国公府一起送上断头台啊！杜县令加急上奏，叶御史不降粮价，还要翻修县衙，办赛龙舟。随着此言，满朝文武都震惊了。天下大灾，你叶晨将临江城粮价抬至天价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想着趁此时机利用灾民重修府衙，举办大型活动。荒唐！此等奸佞，老夫绝不容他。臣恳请严惩定国公之孙，平息民愤。末将附议。臣等附议。恳请陛下严惩。一时间，武贤绝美的面庞布满冰冷，一言不发。他坚信自己的直觉，叶晨绝没有那么昏庸。这接连的手段，哪怕是长安最纨绔的将门子弟，也不会这么蠢。他肯定有着自己的目的。但现在，哪怕他是大前女帝，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。叶枫也脸色一沉。大灾年间，压榨百姓重修县衙，举办大型赛事活动，这真是想连带着定国公满门一起抬走。这孽畜回来必须抽死他。但现在他还是得站出来，自己的崽自己抽。这帮混蛋落井下石可不行，也不知道他顶不顶得住。定国公，臣叶天龙拜见陛下。定国公平身。老夫来此只有一个目的，临江城乱不了，再等3日可否？
临江城县衙内，叶晨负手站在大堂，一双眸子看向外面，哪怕是关闭县衙大门，却依旧能听到百姓愤怒的声音。临江城即将爆发，杜江急得来回在县衙走动，还不时地看向叶晨，面带着急。他现在就怕临江城先乱了，那一切就晚了。杜大人，这一大早上你都晃了10几圈了，本公子差点就被你晃晕了。大人，外面这民愤，您坐得住，下官坐不住啊！像您这样的心理素质，世间少有啊！杜大人，去临江城县印来吧。余已入瓮，该杀了。大人，可以收网了。即刻张贴榜文，临江城粮仓全面开仓放粮，以105文1斗的价格全面兜售。这份榜文务必要传遍临江城的大街小巷。从即刻起，派兵接管码头，所有货船不得出城，违令者斩。临江城城门派重兵把守，一粒粮食都不得出城。我等谨遵大人旨意。上官婉儿内心更是无比惊叹，狠，太狠了！不仅开仓放粮，以105文1斗的价格兜售粮食，冲击市场，还要封锁城门、码头。如此行为之下，各大粮商必定人心惶惶。大人，若粮商硬挺，粮仓一旦售空，该如何是好？先卖就赚，后卖破产，不卖就净亏一来一回的粮食损耗和大笔成本。若是杜大人，你会怎么选？阴谋可以躲，但阳谋怎么避？下官这就去办。等等，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粮仓粮食不多，不要卖得太快，让百姓排队购买，一户一户登记，再对外放出消息，说陛下下令赈灾，运了10万车粮前往临江。本官最痛恨粮商，所以要让这些发国难财的粮商全部破产。这种小道消息，外地粮商只怕不会信吧？上官大人，你错了，限粮令可能是10天，也可能是半个月。全看本官心情。大人此计太毒了，这帮粮商遇到大人，算是倒了10辈子的血霉。临江城内的粮价只怕会暴跌。上官大人还是不懂人性，这帮外地粮商跨越几10里来卖粮，路上最少损耗1/10。徭役、伙夫每日需要工钱和饭钱，每多拖1天，他们的成本都在拔高。纵然他们硬挺不卖，返回更是一大笔的成本。这个时候，哪怕是一丁点的风吹草动，都会令他们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并且这个局真正厉害的点在于踩踏，第一批出手的粮商还能赚。后出手的粮商，汤都没得喝。大公子，您不会有朝一日将奴婢卖了，奴婢还给您数钱吧？哈哈哈哈！本公子像这种人吗？给本公子捏捏肩，捏得不舒服，那可得小心点。公子，您快坐下。随后绿萝便殷勤地给叶晨捏着肩膀，这倒是让叶晨一阵好笑。别说绿萝了，哪怕是上官婉儿看着叶晨清秀的脸，也感觉一阵恐惧袭来。很难想象百年将门出身的公子心竟然这么脏，但他却有一股畅快的感觉。上官婉儿的脑海中忽然想到武番的一番话，他忽然明悟：天下贪官奸商，其心之狠之毒辣，难以想象；寻常手段难以遏制，恶人当以恶人磨。叶晨手段齐出之下，又会跌到多少？上官婉儿不确定，但他知道绝不可能是82一斗。手握祖传刀，杀尽天下贪官，大丈夫当如是。夫君，别去。拿上银两回娘家，若我死了，便改嫁。满城无人敢去，为了我，留下城吗？粮价暴涨，百姓饿死，杀那昏官才有活路。下辈子，我好好弥补你。传御史大人令，张贴榜文，从此刻开始开仓放粮，只需105文1斗，便可买到低价粮，数量不限，百姓可自行排队购买。什么？开仓放粮，以105文1斗的价格售粮？开仓放粮了，终于开仓放粮了！105文1斗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竟然真的降了！传御史大人令，张贴榜文，开仓放粮，只需105文1斗，数量不限，百姓可自行排队购买。林老，临江城粮价已经到了220文1斗，我等还不出手吗？慌什么？临江城内，只要我4旦家族齐心，便可垄断粮价。这一波泼天的富贵，最低要250文1斗。林老，大事不好了！县衙忽然张贴榜文，以105文1斗价格卖低价粮，百姓闻风而动，排起了大长队，一眼看不到头。什么？
姓高的小子不讲武德，他这摆明是想坑我们一把。林老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大前连连天灾，粮食一路飞涨，这临江城粮仓能有多少粮食？够全城百姓吃吗？临江城百姓超过10万，往年收成不好，粮仓必定没有充裕的粮食。县衙此举只不过是逼我等恐慌，抛售粮食，降低粮价，倒是老夫小瞧这长安来的叶御史了。他出多少，我们就吃进多少。老夫倒要看他有多少粮食。我等荣辱一员，紧跟林老。报大人，前来买粮的百姓之中多了一些陌生面孔，他们争相买粮，并且是大手笔购买，甚至从中起哄称粮仓无粮，扰乱民心，还请大人速速决断。这必定是4大粮商从中作梗，临江城粮价大跌，他们首当其冲，这才疯狂扫荡段，想要维持囤粮价可降。大人，属下一直派人盯着，各地商铺并无动静，现在尚未降价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照4大粮商的实力扫荡，粮仓内的粮食只怕很快售空。若是令百姓知道，势必引发新的恐慌，传递下去，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丢出去，放慢速度卖粮。他们巴不得引发骚乱，如此做倒是成全了他们。本官忽然改了主意，他们财大气粗，既然要扫荡，那就给他们。什么？大人，若是照此速度，只怕1天不到就会被4大粮商扫空。临江城的其他粮商还在观望，粮价依旧还是天价。如此多的百姓和4大粮商使不得啊！商贾观望，这是天性。开始仓访计划中的第一步，即刻封锁城门、码头，命城外将士押送时入城进入粮仓，胆敢靠近这批粮食者，就地格杀。让百姓亲眼看着粮食进城，1日之内粮价必跌，放货。见此令牌，如陛下亲临，即刻起封锁城门，一粒粮食不得出城，否则杀无赦。谨遵陛下旨意，取路赐来，一粒粮食不得出城。粮食，这是朝廷的赈灾粮到了。陛下有旨，特批10万车赈灾粮，人人有份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陛下没有忘记我等，陛下万岁！10万车，那分明装的是沙土，想骗老夫，给我全力扫荡买空。事已至此，我等共进退。报，还有人分批大笔买粮。他们要，那就继续卖，全卖。按御史大人的吩咐做。杜大人，随本官换个便装，一起出去逛逛。真正的好戏开场了。粮价要暴跌了，踩踏开始了。大事面前，4大粮仓不过是螳臂当车。御史大人，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70文的收购价，算上路上的成本，足到了80文1斗的成本价。现在卖1斗还能大赚25文，再慢一点倾家荡产卖，以低于105文的价格全部抛售。狗日的不讲武德，他卖我也卖，93文1斗，地价大水卖。大人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就是人性，一旗抛市，必然跳水。暴跌120文，最低已至93文。93文1斗，杜大人太小瞧减踏效应了。这些外地粮商只是打起降价的第一枪，真正的暴跌还没开始。大人可是说临江城的大粮商还没兜售，但这绝不可能。前赵韩林4大手段已经足以给长安一个交代了，下官定会向女帝上奏，为大人请功。铁板一片，杜大人，你太高看这4大家族了。你且记住一句话，这句话不光是在这大前天下适用，哪怕过了100年、1000年，也同样适用。同生容易，共死难；同富贵容易，共患难难。在这天下，利益之下无朋友。临江城粮价的暴跌，从外地粮商入城，本官开仓放粮后，谁都阻挡不住。临江城粮价的下降乃是大事，谁也阻挡不了。一番话如醍醐灌饼一般，令下官茅塞顿开。下官拜谢大人提点。杜江的眼神很纯粹，是发自心底的恭敬。直到现在，他才明白叶晨7天前的那番话，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想降粮价不一定要拼命压低粮价，先是只准高价卖粮，不准低价卖粮。等外地粮商进来的差不多了，再命县衙开仓放粮，逼这些外地粮商率先抛售，粮价便会顺势暴跌。哎呀，大人这阳谋，下官佩服。若他们不抛售呢？这是人性，无法抑制。这7日涌入的外地粮商太多了，如此多的外地粮商，想法不可能一样，每个人所面对的困境不同，选择便大不相同。临江城4大粮商手中的粮食大都是去年的陈粮，再就是年刚刚大灾，市面上50文到70文1斗的时候趁机囤粮，他们的成本足够低，自然不慌。这些年整个广阳郡都不好受，粮价路飞涨，
他们有的是倾家荡产想大赚一笔，有的是高价买粮，不远跨越几十公里想来赚差价。光这几十里地的成本都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，更别说有的是闲钱买粮，有的是倾家荡产买粮。如此人心难齐，他们的恐慌抛售是一件必然的事情。再者，若是真的无一人抛售，那本官就以死谢头，向陛下谢罪罢了。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大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心态，下官佩服。那高大人为何自从令县衙张贴榜文的那日，便令宫内禁卫随身保护，甚至还内穿一层假肉？这确定不是防范民愤过大，怕有歹徒刺杀？不止如此，大公子还令奴婢贴身保护，寸步不离。临江城大势已定，不必再看，坐等粮价暴跌便是。临江城内的粮价既然低至93文一斗，那就命人大当扫闹。再贴榜文，县衙粮仓充裕，再降15文，只要90文一斗。下官立刻去做。粮价跌了，大家听说了吗？现在最低93文一斗，好多大粮商都在疯狂甩卖，粮价终于跌下来了。叶御史，林老，粮价跌到93文了。不可能！老夫刚花几十万两扫货，再敢胡说，乱棍打死！是外地粮商大肆抛售，眼看要跌破90文了。放屁！我4家独大，哪来这么多外地粮商？老夫知道了，叶晨小儿竟如此阴险毒辣。林老，您知道了什么？快告诉我等啊！老夫玩了一辈子的鹰，到头来竟被鹰啄瞎了眼睛。林老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这叶御史到底想做什么？张贴榜文，令我等不得低于150文一斗的价格售粮。你以为那叶晨喜儿真是白送一场天大的富贵给我等吗？当粮价高至150文一斗，除了我等受益，还会吸引谁？临江城周围县城的外地粮商，这叶晨是想抬高临江粮价，吸引2千衙6万少。可惜我等竟还没意识到这一点，反而以105文一斗的价格全面接收县衙粮仓内的陈粮。叶晨小儿好生歹毒，若早点抛售，早赚翻了。怪我们太贪心，太被动了。粮价暴跌，是囤还是抛？林老，县衙张贴榜文，称粮仓粮食充裕，御史大人体恤百姓，命临江城县下粮仓以90文为一斗的价格售卖，又低了15文一斗。御史大人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不止如此，我看县衙的人穿着粮食，县衙用我们这的银子，再以93文一门斗的价格买了不少的粮货，再以90文卖，一来一去，他还能倒赚7文钱。这叶晨，老夫小瞧他了。这场争锋还远没有结束。外地粮商能压低粮价，但仅仅7日的时间，必定没有那么多粮食。县衙粮仓装的也全是沙子。只要我等同心合力，恪守底线，粮价哪怕只回到100文一斗，那么临江城包上了可真就完了。林老此言有理，这等拙劣的计策，同进同退。只要我等拿住粮食，这场争锋未必输。老夫这就回府下令，不准一粒粮食流入市场。告辞。林老放心，我儿同进同退。告辞。林老，我这就去吩咐林家的铺子1文不降。蠢货！林老，老夫不卖，他们偷偷卖怎么办？到那时，等待老夫的就只有破产一条路。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明面不卖，私底下以最快的速度卖，给老夫以90文一斗的价格，不，以87文一斗卖出去。87文一斗卖出去，这笔粮食要是砸在手上，那可就亏大了。回府，谁他不卖，谁是傻子。7天的时间，鬼知道临江城内涌入了多少外地粮商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出手。这几个王八蛋，老夫就知道他们靠不住。传我令，林家米铺哪怕亏本，也全给我往外卖。这场争锋是老夫输了。报，启禀大人，临江城粮价已低至90文一斗。报，启禀大人，临江城粮价已低至86文一斗。启禀大人，价已至80文一斗。报，
临江城粮价已低至75文一斗。当一道道声音响彻整个府衙大堂的时候，整个临江县衙内的衙役全都满脸不可思议。紧接着，他们的目光骤然看向了县衙中间满脸淡然的叶晨，75文一斗，将极大的缓解临江城百姓的压力。杜江更是不可置信。虽然叶晨说完后，他就预感到4大粮商会产生分歧，但没想到居然这么快，这才短短数个时辰便开始了抛售。这茶不错。待到大人返回长安时，下官将此茶给大人备上一些。当然，下官自掏腰包，只是人情往来。茶就不必了，折现吧。本官最不喜欢这些俗物，当直接点。叶玉石，上官大人，你瞧你，未免太紧张了一些。本公子像那种人吗？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。高大人，下官还是好奇，为何4大粮商会这般踩踏？若不是他们的抛售，光靠这些外地粮商，粮价不会跌得这么快。4大粮商因利团结在一起，也注定会因利分崩离析。自古来人性便是如此。相比外地粮商，他们的成本够低，并且省去了运输、人力等成本。但这不代表他们不慌。当今女帝陛下雄才伟略，大前又连续3年天道不好，单从1年来看，好天道和坏天道五五开。但若4年一起看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明年是个好天道的概率将大于坏天道概率。一旦临江城的粮价稳定，他们积压的粮食卖不出去，明年的风险将极大。一旦明年收成好，新粮尚且足够，那就更别说陈粮，粮价低至30文一斗也常见。他们宁愿割肉离场，也不会去赌，先出手，自己活，别人死。若他们一起联合，互作约定，全都不卖呢？口头约定不过是笑话罢了。每个人都会想，我不卖，他们会不会偷偷卖？一旦他们卖了，我岂不是完了？总会有一家先卖。临江城不大，踩踏是必然的，只是没想到砸这么凶，这是要彼此的命啊！下官多谢大人指点。杜江彻底服了。要知道，这一切在7日之前，叶晨就全都预料到了。从张贴榜文的那一刻，一切就全都按照叶晨的想法在走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从7日之前，叶晨踏入临江城的那一刻，就全都注定好了。定国公府出了一个了不得的麒麟子，麒麟谁都没见过，黑点也正常。为官者，长一城之百姓，不可计较一人之得失。这场暴涨暴跌中，必定有破产商贾，但也有及时收手大赚的商贾。为官者，只需掌握大局。下官多谢大人指点。接下来按照计划行事，一步一步的来。很快，临江城会陷入稳定。大人是说翻修府衙，举办大型赛事？临江城之危，不仅仅只是粮价暴涨，其根本原因在于什么？暴雨冲田，粮食欠收。大灾年间，百姓失去了收入来源，这是粮价上涨的根本原因。所以，降粮价之后，要迫切地解决百姓的收入问题。只有令百姓有钱赚，才能在这场大灾中活下去。否则，对百姓而一斗和250文一斗的粮价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总归是买不起。大人有王佐之才，下官佩服。陛下若得大人辅佐，必定开创大钱盛世。杜大人谬赞，本官所作所为不过只是顺势而为，也不过是出于自保罢了。报！4大粮商彻底撕破脸，钱家率先将粮价压至70文一斗。70文，竟比清水城足足低了12文。临江城粮价已跌，本公子的任务完成了，便返回长安了。剩下的就交给杜大人了。高大人这就要走？临江城粮价已成定局，本官留在这儿也没有多大的意义。这是本官给这几日逛过的寺庙方长写的亲笔信，待到府衙开始翻修，可派人将其送过去。杜大人的本事，整个临江城百姓有目共睹，本公子很放心。这份功劳，本公子吃到这儿便够了，再待下去意义不大。倒是杜大人需要这份正经。大人对下官简直令下官无以为报。举办大型活动，以免3年商税为条件，按照大秦规矩，得陛下点头。本公子回长安会搞定这件事，其他以杜大人的本事，本公子很放心。本公子只有一提醒杜大人，千万不可因大灾年间怜悯百姓便加大工钱，这反倒会弄巧成拙。大人之言，下官字字铭记于心。那行，临江城的一切就交给杜大人了。高大人这么急着走，下官这几日还没好好招待大人，不如再留一晚。陛下并未规定期限，算上路上的时间，只怕长安都快炸开了锅。本公子得亲自回去了。都怪下官愚笨，上了2封奏折，这才将叶公子置于风口浪尖。下官送一送大人。劳烦杜大人。绿萝，跟随本公子去收拾收拾行李。消息传播较慢，这几日还会有外地粮商陆续抵达临江城码头，可将其全部闷杀，逼他们割肉。但粮价不可一路走低，否则百姓会想着还能更低，中间亦要有所起伏。至于如何调控，本官全都写了下来，杜大人照此去做便是。下官拜谢叶公子，这是本地的一些茶叶，全当下官聊表谢意。杜大人真是有心了。山高路远，本官在长安等待大人的好消息。
那可是您足足3年的俸禄，旁边还有上官大人，这若是被陛下知道……什么3年俸禄？那是临江城本地的茶叶，况且本官一身坦荡，从未欺压百姓，又为求叶公子办事，纯粹是感激之情，那又如何？领次上奏叶公子，以致叶公子刚降临这梁家，就要马不停蹄赶回长安。本官若不聊表戏，那还是人吗？回府，本官要3奏女帝。将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传至长安，直达陛下手上。是。叶公子，临江城茶叶不过100文1两，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至于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吗？上官大人这就不懂了，须知心意大过一切，这次回到长安，怎么也得享受享受吧。毕竟他送渡江一场大功劳，又背了7天的骂名，来点银子很正常。不过这重量也足以说明渡江是个实在人，这心意他记下了。不对，你这茶叶盒里装的到底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上官大人，山路不稳，马车颠簸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望自重。你这样靠近本公子，挣扎之中或者颠簸之中，本公子要是不小心亲到了哪儿，手摸到了哪儿，本公子可是会喊出来的。你还要喊？我明白了，你拖延半个时辰是给杜县令取银子的时间。这里面根本不是茶叶，你这是当众贿赂。上官大人，你要这么想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觉得是那就是吧。你难道真是朕看错了吗？你让朕有些失望啊。罢了，纸上谈军，终究不能堪当大任。报，上官大人派人快马送来一封信，务必要陛下亲启。不仅如此，杜大人也再次派出快马送来奏折，并特地嘱咐这份奏折需陛下亲启，再抄录给御史台。呈上来。难道临江城的民愤压不住了，爆发了一场大乱？朕的眼光果然没错。御史台那帮谏官这段时间没少恶心朕，明日朕备要好好出一口气。这奏折不必抄录一份，下去吧。1日之内报降150文，甚至要降到50文一斗。好一个定国公之孙，朕倒还是低估你了。折腾了这么久，终于回来了。这次本公子必须好好享受享受。什么叫折腾？叶公子这是为大钱做贡献。为官者当为百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这分明是无上的荣耀。上官大人说的对，只要上官大人开心就好。叶御史，上官大人，陛下有旨，今日早朝，陛下要召见。孽畜，今日为父算是脸丢大了。陛下驾到！众卿平身，今日论功行赏。崔状元7日平定梁价，实乃王佐之才，请陛下赏罚分明。陛下以一城之百姓开启比试，现临江城10万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，实乃暴君，必遭史书狠狠破散。严大人说完了。老臣想说的话都说完了。临江城再不加以管控，继续任由粮价暴涨，一旦发生骚乱，席卷天下，陛下便是天下的罪人。陛下，临江城粮价暴涨，臣也有所耳闻，替陛下痛心。虽那临江城4大粮商难缠无比，但臣有十足的信心和经验。崔状元心系百姓，实乃我辈之楷模。都说临江城粮价暴涨，可朕怎么听说临江城粮价已70文一斗了呢？什么？临城粮价跌至70文一斗？临江城粮价低至70文一斗？这怎么可能？70文一斗？2天的消息，不是还突破了200文一斗了吗？这是临江生府衙渡江昨夜加急送来的奏折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，2日之前，临江城用粮价1日报至70文一斗，并且还在下降。定国公之孙叶晨下令张贴榜文，要求不得利用商贾的贪婪，骗外地粮商纷纷赶赴仁义将一斗出，至于其他手段，上面全都一一写着，尔等自己去看。一个栋梁之才，却被尔等心胸狭隘之人疯狂弹劾，真是令朕痛心。抬高粮价，吸引外地粮商，待到外地粮商入城后，开仓放粮，冲击粮价。这些外地粮商因为成本和损耗，便会纷纷抛售，以此带动临江城本地粮商卖粮。天下竟有这等手段！有商放粮，这外地粮商全得倾家荡产啊！ 7日7之前便已注定，此子
恐怖如斯！叶枫抢过奏折，也满脸吃惊。杨二真在藏拙，临江城粮价低至70文一斗，这可比崔星河还要厉害。叶枫脑海中闪过叶晨出门前的话：雏鹰当振翅高飞，鹰击长空。可他下令重修县衙，举办大庆赛活动。大灾年间如此行事，那不是鱼肉百姓吗？这作何解释？这个问题，不光崔爱卿好奇，朕也好奇。传临江城监察御史叶晨觐见。陈叶晨，拜见女帝陛下。梁驾骤戒，你的手段倒是高超，但杜县令奏报你要重修府衙，大办赛龙舟，还要免商税，是真是假？启奏陛下，这是臣的主意，还望陛下恩准。大灾年间压榨百姓，叶御史，你可知此事触了众怒，有多少人弹劾你？大灾年间，百姓吃喝都是困难。叶御史如此压榨百姓，不合适吧？叶御史欺压百姓、鱼肉百姓，这可是大罪，还请叶御史给天下一个轻浮的理由。我想问王将军和崔状元，乃至整个朝堂弹劾本官的诸公一个问题：临江城粮价在本公子离开之前便跌到了70文一斗，外地粮商涌入，本地粮商抛售粮甚至能降至50文一斗。但即便是广阳郡的粮价堪称低价，但真就所有百姓买得起吗？朝廷又有那么多的粮来赈灾吗？一味放粮，只能延缓死亡。真正的手段是以工代战。以工代战？何谓以工代赈？大灾年间，最底层的百姓没有银子，买不起粮食，但他们却有劳动力，故此臣斗胆提出翻修县衙，但其目的并不是城内类的各大富商看到。天灾之下，老百姓为了一口吃的，愿意十分低劣的干活，一点点银钱加上管一顿饭，百姓便十分感恩。若各大府衙、富商接连出手，只要临江城的粮价趋于稳定，那么就能令相当一部分灾民撑过去。这便是以工代乡。好一个以工代山！可纵然是以工代敬，高大人何必如此压榨百姓？10文一天，未免太苛待了。王老将军若不懂民生，大可不必开口，适当的沉默并不丢人，总比一笑大方要好。叶晨小儿，你敢辱我，找死不成？我定国公府的人还轮不得你这老痞路威胁，老夫在此也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儿，你尽管说，这数日你不在长安，倒是不知道朝中的非议，今日大可全都说出来，给我大前弹劾你的股骨之臣好好听听。孙儿明白。王老将军，令灾民翻修府衙固然可以一天30文甚至是50文的工钱，但王老将军可曾想过，高价的工钱，当地豪绅是否会跟风？豪绅在大灾年间修缮宅子，雇灾民劳作，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便宜。府衙翻修必须要压榨，唯有让当地豪绅看到此时的灾民为了活着，愿意十分廉价的干活，他们才会雇佣。甚至只有府衙当这个恶人，令灾民叫苦连天，当地豪绅稍微抬高工钱，就收获不错的名声。对豪绅而言，一来既能收获名声，二来还省了比太平时间便宜1倍甚至2倍的工钱，如此他们才会心甘情愿。若府衙工钱很良心，豪绅无利可图又无名可图，他们吃饱了撑得来趟浑水。府衙当恶人来送豪绅一场名声，还有利可图，这对当地豪绅来说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叶晨，你去寺庙也并非只是单纯拜佛吧？陛下圣明，我大前信佛，佛道之争由来已久。我去寺庙只是观察各个寺庙的陈旧，再用身份和寺庙主持套近关系，以一个信徒身份自居。临走之前再书信一封，告知寺庙太旧，迟早要翻新，不如趁着大灾年间抓紧翻新寺庙，否则以后工钱要贵上不少。再抛出我佛慈悲当济世救民的旗号，寺庙本就成就，现在翻新不但省钱，还能打着我佛慈悲的名头收拢民心，他们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如此，豪绅和寺庙既赚取了利益，又获得了名声，百姓靠着自己的双手赚到了钱，三方各取所需，再加上粮价稳定，百姓自然会有一条活路。举办大型赛龙舟活动又是何意？我大前重农抑商，商税颇重，若以拔得头筹者减免赋税3年，当地乃至外地大豪绅必定心动。大型活动之下，百姓生来喜欢热闹，届时临江不光是当地的百姓也会蜂拥而至，人一多就会带动消费，不管是吃食还是旅店，商贩生意都会大好，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。只要将赛制拉长，又会提供多个摊位，3重手段齐出，这一段灾期也就过去了。但如此一来，你可知你会背负百姓骂名？只是区区骂名，却能救千人万人，这又何妨？定国公府家风向来如此。叶御史大才，叶御史实乃我辈之楷模。尔等皆饱读诗书，乃我大前击鼓之臣，却无一人看出这贫灾子。相反，屡次上奏弹劾。御史大夫严征破录将军王忠，礼部尚书送礼，罚2个月俸禄，以尽孝游。叶晨，你贫灾降粮价有功，可想要什么赏赐？臣想入主户部，为国效力。
户部，定国公之孙叶辰平定临江城梁家有功，赐户部司员外郎一职，保留监察御史。崔星河平清水城梁家有功，升中书舍人。户部崔星河员外郎，这在大前算是一个6品官员，并不算小。陈叶辰拜谢陛下。中书士人为何不要？我知你善商贾之道，但这局就是小道，比不得女帝身边的人。此举有些糊涂。父亲爷爷，你们误会了，孩儿入户部纯粹是父亲大人乃户部侍郎，尚书又已年迈重病，正所谓有关系好办事，孩儿完全可以在户部横着走，这入户部才是正道。况且中书歌人代表陛下颜面，不能胡来。儿臣素来荒唐，平日就喜欢去风雅之地听听小曲，一次倒是无事，但常去总该是要被御史台弹劾的。父亲大人和爷爷都是过来人，应当懂的。叶枫眼睛瞪大，叶天龙也眼睛瞪大，所以是因为长安的勾栏，中书舍人都不要了。老叶家还有这种人才，两人血压一起升高。孽子，今日你难逃一打。这有何好追的？回府再奏便是。